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我觉得你这款游戏，能把你带到棋院来，你们俩的关系应该不错。否则，要是他自己一个人呢，我看这小子啊，这辈子都不敢回来见我。你之前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这个棋谱啊，我查过了，应该是这个《求仙仪谱》里面的这道题。能够把300年前的老东西给翻出来，可以说你这个做游戏的朋友在这上面是下了功夫的。可该怎么解呢？这么说吧，300年以来，这本书上的题目不知困住了多少爱钻牛角尖的人。身为棋手，有时候纠结问题的答案，不如回到问题的本身。其实这本书本身就是个散佚的版本，里面很多残局根本就是收录的不完全，也就是说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局啊。老祖宗发明围棋啊，其实就是个游戏而已，是为了在茶余饭后啊，消遣消遣，会朋友，找乐子。可现如今呢，棋坛也好，社会也罢，都忘掉了游戏的本质，片面的去追求胜负的结果。你们说，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啊？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从前你一遇到大赛就没有状态，你就是太在乎输赢了。你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你的父母为了让你学棋，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了。你从小带着这么沉重的包袱，以至于把胜负看得太重，到最后呢，把自己压垮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现在放弃围棋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？至少在我看来，你现在的状态好得多了。孩子，棋局呢有可能无解，但人生却有很多种解法。也许你现在这样，正是解决你问题的真正答案。你的那个老师还是挺有智慧的人啊。你要是从6岁开始就被他骂了，骂上那么10几年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哦，对了，老爷拜托你那个事儿没有得到解答，没关系吗？啊，他刚才跟我说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他们准备呢用最新开发的奇遇系统，解不开残局的玩家就会在城外的酒馆里面遇到打扮成乞丐的棋圣，这个棋圣和棋魔是死对头，只要你好心请他喝一杯酒，那这个棋圣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棋魔残局的问题。哎，你猜这个棋圣叫什么？啊，叫什么？叫一秋。少臭美了。你不是说不关心逆水行？想通了？我是担心你们把这项目给搞砸了，但是我有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不需要退出，继续当我助手吧。因为接触老叶这种人，你还是比我更擅长点。
是，老板。其实，我小的时候也挺喜欢玩游戏的。但是后来，我妈觉得打游戏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，所以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可能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吧，一想到游戏，全都是那些痛苦的回忆。久而久之，我就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是很讨厌游戏似的。那你这不是在骗自己吗？骗得久了，自己就也相信了。慢慢的，自己就觉得，我就是那个最特殊的人，不能有任何放松的时刻，必须每次考试都考第1名，然后考进最好的学校，进最好的公司，然后成为最强的人，甚至不允许任何人做得比我好。看来我也包含在内。不过，我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为了父母的希望，一个人坚持了10几年。你的童年比我沉重多了，不只是你，还有郝帅、小兰，还有老叶。对，还有老叶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，我也真的没有必要逼自己一定要做那个最强的人。骗了自己那么久，现在才开始有点清醒。谢谢你啊，随酒。也谢谢你，合作愉快。早啊，小孙。早。走。听说你们的项目要上头学会了，要加油啊！是他的项目，我就是助手而已。哦不，这次多亏小孙帮忙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顺利。刚想表扬你们2个2句，就开始商业互捧，太肉麻了吧？你今天好像也变得不一样了，怎么不一样了？好像轻松了很多。是吗？可能吧。而且我发现，和前几年相比，精神了挺多。我当然得打起精神了。你们的项目都上头学会了，那我也得加油啊。哎，郝帅，郝帅，哟，哎呀，我说呢，怎么每天上班都跟个死狗一样？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哎，坐这儿来。哎呀，过去这么些天了哈，想清楚没有啊？说话。殷经理，嗯，我错了。什么？没听见？殷经理，嗯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村里头家家都养狗，这些狗呢，有的特别乖，有的就特别招人讨厌。但是无论这些狗是每天到晚从早到晚的叫，
还是随地拉屎，还是拆家，这些都可以被原谅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有一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咬主人。咬主人的狗是绝对活不下去的，懂吗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我交给你的工作，一丝不苟的全部完成，而且不能有怨言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，你可以尽早辞职，反正你在公司也快混不下去了，对吧？殷经理，我不想辞职。那就是同意了。是什么呀？来说清楚，大点声。说呀！从今天开始，殷经理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没有原因。好了啊！哎，好了，行了啊！今天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。那我们就从第3段开始。从数据来看 ，PC 端游目前仍有600亿的市场规模，虽然增速下滑，但也并未穷途末路。而且，随着热钱的离开，在未来的5年之内，做一款高品质的端游几乎碰不到任何对手。这是因为端游的研发周期太过漫长，即使对手公司想立项新的游戏，没有个3、5年的时间，也很难做出像样的产品来。制作周期是端游的致命短板，但同时，也是这个游戏的护城河。不行，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有点啰嗦。哦，我修改一下。先休息5分钟吧，看看易水寒 demo 怎么样了。如果下载量超过50万的话，通过头学会应该就是不成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袁老爷，什么？老叶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夜之间网络上全部都是关于逆水寒的差评？现在你要怎么解释？明天我们就要上头学会了，你觉得我和小孙应该怎么和领导解释这件事情？你冷静点儿，思聪，你是玩过逆水寒 demo 的人，你看看这些文章，你再问问你自己。逆水寒真的是他们说的这么一无是处吗？这里面的问题和缺点，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夸大其词？确实很奇怪，这些差评的数量虽然很多，但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这是准备好了的，恰好等在逆水寒马上要上头学会。看来有人是故意不想让逆水寒领导签了。谁会这么坏？逆水寒市面上的竞争对手，一共就几家，想想也能知道是谁。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面对。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公关？我们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做完这个逆水寒的 demo 之后，老叶恐怕兜里都比脸干净了。网络上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，而且小高，你等一下。
局长，请讲。你刚才说的这款游戏里边的什么优势啊，什么情怀啊，你的报告里边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。说句老实话，我对这类新潮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。但是，我虽说不太懂网络游戏，可我总还能看懂几篇文章吧。现在关于你这款游戏，网络上的风评好像并不怎么样嘛。没错，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好几篇。没错，曲总所说的情况是完全属实的。目前在各大网站上有关于逆水寒几乎被负面的评论所刷屏，甚至我们还做出了一组数据。过去的24小时里，在国内最活跃的3家网游门户网站上出现差评通稿，一共3454篇，其中内容重复的有708篇，重复率超过90%的有1721篇。小伙子，这些数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说来惭愧，这是我和小孙以及雷火工作室的所有员工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，一篇篇筛出来的。各位目前可以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负面评论的文章，我们都是逐字逐句看过了不止1遍。有点遗憾，由于最后的资金全部用在了产品上，面对对手的公关手段，逆水寒无力做出任何反击。我们今天在上会之前也清楚地意识到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扭转整个网络的舆论风向。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去影响陶聚会上那些人。也许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了，但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。你不会是想这么一篇篇的去驳回吧？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祈愿的时候，你的老师说过什么吗？纠结于问题的答案，不如回到问题本身。这些造成我们困扰的通稿，我们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炮弹。我们追踪了发稿最活跃的前100支高流量账号，发现他们分别属于目前在网游圈最有实力的3支公关团队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动用如此巨大的宣传力度，他们需要耗费多少的资金？而让这些在行业里已经成功运营多年的竞争公司不惜血本，也要扼杀在摇篮里的假想敌，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，仅仅推出了一个小小试玩版的逆水寒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逆水寒在得到大众认可之前，已经率先得到了对手的认可？关于逆水寒的项目阐述，到此结束。小伙子说的有道理啊，我觉得可行。逆水寒的逆势而动，反过来想，其实是勇气和自信的体现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哎，吴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同意的理由？我相信我们家一秋啊。哎呦，吴总啊，决定一个投资的项目。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。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我觉得你这款游戏，有可能印证这句话。我也同意。通过了。想笑就笑出来，别憋着。
成归来啊！鼓掌，鼓掌！小孙，干得不错啊！你请客了啊！开会。说说吧，你从这一次逆水寒的项目学到了什么？因为之前总想着合同快要到期的事情，我就总盯着那些热门的项目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所谓的爆款也轮不着我去做呀，是吧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投资没有捷径，要想有好的结果，必须要和创始人一同前行。这么说行吗？这又不是面试，哪有什么行不行的？不过呢，我认同你的说法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继续找属于你自己的项目。真的？但是有个前提，你只能从我们4组自己的项目里面挑选。明白。这公司里的人啊，总爱把我们4组比喻成项目的垃圾桶。那些他们觉得有问题的或没什么希望的积压项目，就通通丢给我们。但实际上，我们就是靠着这些所谓的垃圾项目，每一次都能通过公司的绩效考核的。4组的项目，我觉得更适合你现在的处境。没错，相比那些爆款、冷门的项目，企业和创始人往往更容易公投，而且作为投资人，只要你能确实去解决企业那些项目中所存在的问题，这成功的几率往往会更大。加油，邱总，看好你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？你好不好意思啊？啊，他时间有限，经验也不足，当然得靠着你们2个带着呀。没问题啊，不是我自己的工作呢，还忙不过来呢。我那就这样吧，抓紧时间。吴总，我真是林经理，谢谢。在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之后，我再一次为了留在公司而做出尝试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了。深深缠绕，像是这做不到的警告。清楚为何爱到，把你途径紧抓牢，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。没有人的孤岛，得到内心想要。就算初来乍到，无惧世上的风暴。没有人的孤岛，我想大声的叫，伸开我的触角，探索世界的奇妙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不到虽小有属于我的喧闹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阻止不了，阻止不了我想要。开会去那儿开，走，走上哪儿开？干嘛去？我带你去。来，是哪儿？不是你。小兰，怎么了，徐总？
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一个项目，说值得一做，你还写过一个可行性的报告，叫什么来着？您是说千城光能吗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做太阳能的，还能找着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怎么了？找出来做做看吧。您是让我做吗？是这样啊，小兰，我觉得呢，你现在可以开始试着做一做自己的项目，而且中欧物流那个案子已经通过了，趁着老大心情比较好，就一点啊，尽快把案子递上去。谢谢徐总。通过。钉子，胖子，你们俩辛苦了。我不辛苦谁辛苦啊？邱总，你得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完成了准备工作。要真想把这项目谈下来，还得过创始人那一关。但是这部分，我们谁也帮不了你，只能靠你自己。小孙，听说你开始做项目了？吴总终于答应让我试试看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终于开始着手做项目了，总算能追上你们的脚步了。恭喜恭喜！小兰，恭喜！你不会又被欺负了吧？帅，超哥，咖啡马上好了。行，算了吧啊，公司这咖啡豆不行，我们上1楼喝去。一会儿你来买单。这小子就是不讲究，干嘛还等着他？哎呦，新来的嘛，给个机会。哎，那儿。郝帅，怎么了？小兰接了新项目，今晚请客吃饭，一起。是啊，一起来吧。算了，我也不去了。你吃啊，看着我干嘛？还好吧？好不好？我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。吃饭。你的事儿我们听说了。你之前是有点太冲动了。虽然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如果你真的有心事的话，就跟大家伙说说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这人啊，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装得下心事儿的人。我现在这样，你们也看清楚了，就这德行，就这样，我真没心事儿。那也得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能想的不都想了吗？该做的也都做了，这就是下场。哪怕是不爽，也不能憋着。有什么心事发泄出来。是啊，再这样憋下去就憋坏了。要不，这周末咱们一起出去玩？对不起，
这周末呢，我替殷仲超写 PPT。下周末咱们一起去新开的。小兰、小秋、思聪，我知道你们三个关心我，我谢谢你们。不过，我真没什么事儿。我想清楚了，不是殷正超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错在不懂什么是职场，什么是上下级，什么是为人处事儿。你说我跟殷正超杠什么杠？我早点投降不就完了吗？不过，我现在知道这些，应该也不算太晚吧。你真这么想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要分真的和假的。职场有了自己的规则，我们没有必要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遵守就完了。您好，金晨资本，孙艺秋。Hello。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拿下项目。算算时间，小孙应该跟创始人见面了。哎，胖子，他准备的那些资料，你帮他检查过了没有？准备工作已经万无一失了，现在唯一担心的呀，就是邱总那临阵紧张那毛病，万一要是跟那个创始人还没聊几句呢，就让人轰出来了。你说呢，吴总？你问我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担心邱总呀？他怎么样是他的事，我们管得着吗？下次好些，干活。好啊。我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要宣布一下，蓝千亿，你的光能项目顺利通过立项。真的？行啊，小兰，可以呀。那马总那边也通过了吗？放心吧，公司已经通过了。这马总再不讲道理，也不至于枪毙自己的项目，啊。哎，徐东，你刚才说马总什么？我刚刚说什么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不是村儿，你提醒我一下。你什么也没说，我听错了。又干嘛呀？超哥，你刚才不是让我调查近半年的企业信息吗？我发现有一家叫魔凡服饰的。魔凡？我负责的，怎么了？他们家的报表好像有点问题。让你整理企业资料，没让你挑毛病，你看得懂报表吗？你？可是什么呀？干好你该干的事儿。
对吧？你好，我是金城资本的孙一秋。我们之前通过电话。等一下。啊，好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沉默下去啊！必须要打破沉默，要主动出击，说点什么？说点什么呢？您那个项目……你先等一下。完了，一见面就是这种沟通质量，今天的谈判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了。